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美国求职、找实习、找工作的一些个人的经验吧。因为当年我13年来了美国，然后当时我找工作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些挫折，然后也是经历了蛮多事情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走过的弯路，然后帮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首先我今天想讲的这个话题是 networking。很多人刚来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词不是很了解，会挺陌生的。我当时就是觉得我说什么是 networking， 然后我觉得我个人理解来讲 networking 就是通过跟你在社会上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你的同学、你的教授，然后以及甚至于一些陌生人，包括你在地铁上、公交上，或者是任何的其他场所认识的一些人，通过跟他们的交流，你可以跟他们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或者是其他的像 mentor、mentee 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们可以互相在职场上、在职业发展上互相可以有所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还不错的 networking。很多人刚来美国的时候可能会有误区，会觉得我只要有一个好的分数，我只要有一个我只要考出来证书，我毕业之后一定能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是重要的，确实是重要的。当然你在你的简历上，如果你有一个 4.0 的 GPA， 然后你有很多证书的话，你的简历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尤其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找工作的方式是通过 networking。我觉得 networking 不仅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 industry 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一些面试的一些情况，以及一些工作的机会等等等等。而且与此同时，我觉得关于 networking 就是它可以真的就是帮助你张开嘴。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留学生刚来美国的时候会有的一个难题吧，就是害怕跟人说话，害怕那个讲错话。因为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然后我们刚来的时候当然就是怕说错，这个是 totally get it。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这边找到实习、找到工作的话，就是 networking 可以帮助你，就是可以 push 你去张开嘴跟别人交流。我觉得你交流的多了的话，真的就是不会怕说错。我觉得到现在我还在犯错，我不可能说的跟美国人一样的英语，但是 who cares， 只要是对方能 get 到你想要说什么，我觉得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 networking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可以帮助你来提高你跟别人 communication 的能力，可以帮助你去张开你的嘴跟别人去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enefit from networking。我今天想讲的主要是就是这个 networking 的主要的一些渠道，因为很多人刚来美国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认识一些人，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跟别人进行职场上的一些交流。首先，在本期视频中，我想给大家介绍的 networking 的方法是通过跟学校的 alumni 进行 networking。我个人觉得这个渠道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渠道，就是通过你的学长学姐来进行 networking。首先，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因为在美国，这个就是只要你是一个学校的 alumni， 大家都会多多少少的想互相帮助一点。然后特别是对于假如说你的学长学姐也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话，就是我觉得会更愿意帮助你，因为大家都是从什么都没有到最后拿到工作 offer， 大家都是经历了这样的一段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大多数学长学姐是如果经历过这些的话，会非常愿意帮助你来找工作的。首先，很多人可能会问，就是学长学姐都毕业啦，然后人家很忙，人家就是我怎么能见到这些学长学姐？然后人家为什么愿意帮我？首先，我总结下来的几个我觉得个人比较有效的方法吧，去认识一些学长学姐。首先，第一个方法，我觉得你可以通过你的朋友、你的室友，然后你的同班同学，因为他们也会有一些人脉嘛，他们也会认识一些学长学姐，或者是甚至是你当时申请学校的时候，你一定上过一些论坛啊，
包括 Chase Dream 啊，或者是那个1.3D 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同校的学长学姐，你完全可以跟他们聊一些学校的这个项目怎么样啊，或者是这个就业率怎么样啊，等等等等。然后或者是你在刚来美国的时候，你很多活动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参加嘛。就是我们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是学校有一个这个华人组织，然后会组织一些什么 barbecue 的活动。就是去啊，肯定会你在 barbecue 上肯定会遇到上一届的或者是往届的学长学姐，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跟他们交朋友。第二个途径，我觉得这个是更有针对性的、更有效的吧。我觉得就是通过你可以参加一些学校的俱乐部，包括像我当时学的 accounting， 就是我参加了很多个 accounting 的俱乐部，然后每个俱乐部每周都会有至少一次活动吧。然后这些活动他们会讲什么？他们就是会讲一些，会请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学长学姐，或者是在职场上的一些人，然后也是你们学校的校友。来回到学校来讲一些他们就是每天都干些什么，以及你毕业之后的未来的就是发展方向。假如说 accounting， 你可以去做 auditor， 你可以去做 tax， 或者你可以去做 accountant， 这些就是未来职业的发展方向。他们会请一些就是不同公司的人来回来讲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跟你学长学姐或者是校友 networking 的机会，因为这个更有针对性，就是主要是针对你这个 industry 的。在参加活动之前，带着问题去参加活动，你可以在活动之前自己准备好一些问题，或者是你可以在活动当天，然后通过听这个学长学姐的分享，然后来 come up with some question。线下，然后当活动结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些时间让你们进行线下交流。就是一定要去跟你的学长学姐交流，因为这个是你们建立这个1对1的这个朋友关系，或者是这个 mentor mentee 关系的最好时机。然后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很多就是职场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找实习找工作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大多数校友会愿意帮助你来 get through 的这些问题的。还有一个方法认识学长学姐，就是通过 LinkedIn。如果你现在在看这个视频，然后你还没有 LinkedIn 的话，我建议你马上去把 LinkedIn 建起来，因为这个是在美国找工作就是几乎人人都有的一个网站。既然我们讲到 LinkedIn， 那么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LinkedIn。然后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 page 是 LinkedIn 的 CEO 的一个 page。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照片，然后他的名字、他的 title 和他的 location。这些会方便 recruiter 去定位，当他们在找人的时候。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about 的 section， 这里面就会讲一些他的个人的一些成绩啊，一些比较吸引人眼球的地方。然后再往下走，可以看到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experience。这个包括他当前的这个工作 experience 以及他以往的 previous 工作 experience， 这也是会帮助 recruiter 在找人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找到这个关键字，通过你的 experience 找到一些关键字，进而来 reach out to you。然后除了 experience 之外，你还可以在 LinkedIn 上找到他的 education 的情况，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哪一年毕业的。然后下面再往下走，可以看到他的 skill set， 这也是 recruiter 在找人的时候会搜到的一些关键字。然后底下就是 recommendation 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 LinkedIn 问题，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这个 comment 下面，我会及时给大家做一反馈。如果有很多的问题的话，我可以专门出一期视频讲一下怎么样丰富你的 LinkedIn 的这个个人信息，以及怎么样 reach out people on LinkedIn。因为我当时找会计实习的时候，我觉得 LinkedIn 帮助我很大。因为我当时就是我拿到了一个这个 PwC 的实习面试，然后我当时对于这个4大面试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然后我就在 LinkedIn 搜了一下我们学校的校友，然后当时他在这个 PwC 做 tax， 反正我就是找到了他，然后我给他发了 invitation， 然后并且发了一些 message， 然后我觉得我还算蛮 lucky 的，我收到了回复，因为我当时 message 真的写的还蛮detail的，我觉得他的回复真的对于我的面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
我觉得他给我的信息可以让我变得可以让我当时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准备的更充分，然后包括在面试的时候变得更自信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帮助还是蛮大的。然后当然，这个我觉得第3种方法，这个通过 LinkedIn 认识学长学姐的概率肯定是不如前2个方法要高，因为你这个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通过 LinkedIn 是需要一些运气的，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你发10封信出去10个人都回你，那是不可能的。就真的是需要一些运气，但是我觉得当你刚来的时候，当你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个方式都去尝试遍，因为你最后你不知道哪个方式能够最终帮你找到工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然后打开你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在 comment 下面留言，我会及时给大家予以反馈。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